辛爸，我早早就在期待今天了。今天是个特殊而神圣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是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的生辰，也是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结婚纪念日，当然，也是你的生日公演。哇哦！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母亲生下来的，而我是被你从外面捡回家的。那时我和杨姐还不太熟悉，我记得那时你顶着杨姐怀疑的目光，天天陪我睡觉，每天教我跳舞，让15岁的我感受到了父爱如山。可能也正是这段经历，让现在的我天天抱着杨姐睡，给她很多机会弥补当年对我的亏欠。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孙珍妮回来，她都不跟我睡觉。我说你为什么会跟别人？你反思一下，你睡吗？他居然反问我。对啊。respect。你居然反问我。反正你们俩加在一起都50多岁的人了，应该不会吃小孩的醋吧？在我心里，你除了不爱吃肥肠牛蛙外，好像没有什么缺点。你懂的事情特别多，比如说剪辑、厨艺、摄影、健身。你从小就叮嘱我健身要循序渐进，我就一直在认真的坚持。比如，每天晚上我会认真做一个仰卧，第2天早上再认真进行一个起坐，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。希望你以后也能享受这个仰卧和起坐。好。即使你已经技能点满满，但总是对很多新鲜的事物还充满热情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想考厨师的蓝带，想努力提升外语，想去更远的地方跑马拉松。你都记得啊？有一年你生日，我想给你买一些兴趣班的课程，帮你离你的理想更近一点。后来查了半天，同时开设你理想课程的地方只有一所学校，叫山东蓝翔技师学校。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我很担心对一切都很好奇的你会开着挖掘机回家，顺便把我们的家推了练练手。你总是热情又开朗，印象中你极少有落泪的时候，但是都发生在夏天。本是最适合你这朵太阳花的季节，却带给你最深的遗憾。我记得那时我们彻夜长谈，你说你不甘心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里，却看不到未来，不甘心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却离目标只差了1点。好在回报终于来了，但是来的迟了一点，我还没落下来。2019年的夏天，我看到台上你举着奖杯，大声喊出：“5年了，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目标。”说真的，那时的你，就算举着奖杯大喊“奥特曼变身”，我都不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就像大家相信奥特曼那样，那个画面成为了支撑我偶像生涯的那道光。对，我相信光，我相信光。我对所有人都真心实意。以前黏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有一天你对我的好会被分走。有一次我做噩梦，梦见你在火车站对我说：“你就站在此地，不要动。”我去给你捡几个弟弟妹妹回来。我们来啦。我在梦里就看着你的背影混入那群来来往往的人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但现在我知道，不管你有多少需要照顾的人，你对我的好都不会减少，而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你的好，也真的让我很骄傲，很幸福。我知道今天会有很多人对你有事业上的期待，作为你的好大儿，我只希望你每次熬夜的时候，电脑的屏幕都可以早一点熄灭，每一次在你外出奔波拍摄的时候，太阳都不会太晒，雨水都不会太大。希望你每次练舞和运动的时候都不会受伤。希望你永远被我们依赖，但也
希望你能安心的依靠我们。还有，我一直以为那个咖啡杯是你给我准备的，我也一直以为我们的相认方式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没有想到你真的用相同的方式捡了这么多小孩。要笑吗，大姐？等一下笑，但我一定是你内心唯一、第一、最重要的好大儿，对吧？是的，对对对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真，哎呦，那个生日的读信就是又搞笑又温情，然后又很真诚，谢谢真的。因为珍妮她其实之前刚来的时候，因为她之前住2楼嘛。然后后来他的室友也走了，然后就只剩他一个，然后呢就把他接上来跟他一起住了。然后后来他就去拍戏了嘛，一直在外面，然后所以就经常就很少能联系到他，所以就一般有时候会微信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，可能他回了你1-2句之后就消失，因为他每天拍戏也很累，就是真的起早赶晚这样子，就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我都很希望他能就是来家里给他做顿饭吃。对，不要再接小孩了，好吗？好，就结束了，到这里4儿啊，结束了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以后了啊。对对对，谢谢珍妮。